欢迎收看《运动 DNA》，一起来聊聊运动交换我们事。大家好，我是杰克，我是正如。今天的来宾非常的特别，又是一位我的前队友。那他呢，从球员退役之后转到教练，然后最后还成为了年度最佳教练。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战术，而是当一个人从替补变成领导者之后，如何让一群人愿意一起打球。欢迎台湾篮球圈最有感染力的快乐教主林冠伦。嗨，大家好，我是冠伦。冠伦，突然那个，突然那可能因为现在当了就是 GM 之后要比较稳重一点。对，好，那我好队友冠伦，我想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职业生涯里啊，如果说要用一个你现在脑海马上有一个很清晰的场面来介绍你自己的话，那你觉得应该会是哪一个场景？哪一个方面说用哪就是一句话介绍自己？你的球员生涯，或者是坏吗？坏啊！因为那个年代打球的时候 YouTube 不多嘛，那能够留到现在画面都不是很好的画面，那好画面都没有被留下来。你说因为爆量的关系，是不是？不会啊，我觉得冠伦他以前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得分手啊。我觉得那个大家讲嘛，科比伦啊，对啊，太多画，那个时候年代太早，太多画面没有留下来，就是一些比较被热门的影片才会有人存在网络上面。好，这样会不会很瞎？永不放弃的男人？哦，不会啊，很好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感谢，当初的自己没有放弃啦。对啊，在面对我自己人生所有的难关的时候。那从这个我觉得很棒，因为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蛮有延伸性的，因为我记得是也有看之前很久以前的报道，像你刚开始国中进篮球队，因为不高嘛，对不对？然后也在不被看好的状态下，可是你后来进到了传统的强校南山，我不晓得在这一段路上啊，可不可以跟我们运动 DNA 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其实，在小的时候，其实自己的篮球路算很顺遂，就是其实国中那时候在基隆打球，不是什么特别有名的学校，那但是在国中的时候给很多的人看到，所以就有一点感觉像是一个鸡手的感觉，就是我在一个小地方称王，然后所以变得很多人去看到我，所以让我那时候在念高中的时候，其实几乎12强学校都有来。那我有去过在新，我在在新也练了2-3个月，差一点当我的学长。对，然后其实那时候几乎8强到12强，其实每个学校其实都有去接触到，那只是最后阴错阳差，然后刚好选择南山，那也很感谢那时候的自己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不是对在新不敬哦，对，但是确实是选择了那时候对我自己最好的一个学校，那也为我后来的篮球路就是能够走到现在，是我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起步，对啊，那所以其实，在国高中的时候，其实算蛮顺遂的，因为在16岁的时候就选上那时候的世青，然后亚青，对，然后 Nike Camp 队长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在高中，其实所有的其实该拿到的东西都拿到了，然后那一年师大刚开始收第2届篮球队，那收2个，那刚好我也考上，所以其实，在整个国高中阶段其实算篮球生涯最顺遂的时候，就求学阶段其实都一路就这样接着，而且都到不错的学校这样。对，那刚刚都讲都很顺遂，那可以蛮好奇是，那你在什么时候才开始觉得说，我为什么好像前面都很顺遂，可是突然发现我开始追不上别人，那我要怎么样的就是一直去保持很有竞争的心态去跟着他们抗衡这样？比较大的一个转折点，大概在我的就是甲组联赛第2年吧，大2吧，对，大2。其实我在高中毕业那时候，一进入到达新的时候，在甲组联赛其实已经打到主力了。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最快到主力的，就是其实包含那个时候可能在打球只有学龄，然后小鼎、世元3个打得到球。对，然后那时候我在达新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打到先发的控球，但是就是因为太快到了那个位置了以后，其实说真的心有一点浮起来了，然后有一点飘，所以变成说，其实在自己的个性上面有一些需要去
雕琢的地方。所以其实，在球员的时候，所以当你的个性浮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掉下去是掉很快的，因为你听不进去别人跟你讲什么，然后你也在对你自己的篮球生涯说，觉得一切都来得太简单了，所以会导致你去忘了去努力。所以当你开始往下掉到一个低谷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去遇到挫折的时候，要爬起来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第一个是自己的球技没太大的问题，但是当别人对你的观感是不好驾驭的时候，要改变所有人的刻板印象是一个要花很长时间去努力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大部分那个时间，后来从达欣的第2年开始被冰坐板凳，到一路到后面就变成说台啤的前半段，其实很多时间都是在去改变教练对你的想法，然后改变就是外界对你的认定是不好驾驭，然后不努力，然后就是只有天分的球员，对，那其实花蛮多的时间在修正大家对我的想法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低谷其实是自己造成蛮大的原因。那冠伦，我想问一下，那你刚刚讲修正啊，因为其实这一路走来也花不少时间呢。对，那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方式去做修正？好比说练完球会跟队友多做一些聊天、吃饭，还是说跟教练常常沟通之类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是一个会沟通的球员，那我是习惯把所有情绪都是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不大去跟教练沟通的。对，那所以是大概我觉得比较大的转变大概是在玉龙的时候吧，对，然后那个时候开始也比较成熟了，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想法，然后其实从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让自己的努力被人家看到，而不是去告诉大家我在努力。对，所以我觉得后面我就花很多年的时间到，其实一路的准备，其实在玉龙的时候，正如也在，他其实也都是坐在后面啦，那就是偶尔一场球打得好，但是其实没有一个那时候没有教练，或是没有就是主事者会觉得说啊，你是我的核心，是需要让我们球队去培养你的，对，那所以其实到后来玉龙那段时间，然后学习了很多怎么样当一个好的球员，怎么样当一个好的人，然后等于说准备了4、4年、4、5年，到玉龙离开那时候去教书，到金九那年才爆发让大家看到，对，然后就是一直维持这样子的，就是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对，然后到后来，对，确实啊，因为在玉龙，其实在冠伦来玉龙之前，我们其实就已经互相认识了，因为就讲了，开玩笑讲说他其实算是我媒人啊，然后因为在玉龙之前他就来认识，可是没有那么熟，然后那时候才知道啊，哦，冠伦要来，那当然就像他刚刚讲，就是说哦，可能前面的一些可能大家刻板印象，他说啊，可是他是好相处的人嘛，对，可是确实真的来的时候。我觉得人就是要相处的时候才知道，就是出去吃个饭，什么时候你就会发觉他有多可爱、多好玩这样子，对啊，然后我们才会在场上开始有更多的交流，然后一起的去，因为确实他年纪也比我们大嘛，那我们在球场上，我们本来就是赋予说，我们比较有经验的要去帮忙带领下面的球员，不管你今天上场的时间是多或少，不管你是先发或是替补，对啊，那我觉得相对那时候。我觉得都是互相成长蛮多的、啊，对啊，而且讲起来，我不要对我总觉得冠伦，你刚刚形容的跟我认识的你好不一样哦，那感觉好像你以前是超 I 人的，就是我 I'm who I am， 我就做我自己，但你现在的你，我觉得很不一样，不会是说，反正我做什么我不在乎你想什么，对，但我觉得。因为也刚刚提到的是说，你后来就是从那个替补球员，然后慢慢的，然后开始也做了一些改变，那甚至于说，我不晓得到你后来去教书，你觉得这一段路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有没有挹注于你当教练的时候？像其实刚刚前面的开场，然后我讲到说就是啊，永不放弃的男人，虽然说比较好，就是开玩笑啦，但是是真的为什么要感谢？只是当初自己的没有放弃。其实，在篮球的生涯里面，那我可能像我是
比如说我是73年次，然后我跟学林，然后小弟，然后世念，然后甚至都差不多重批。正如75，小我2届，然后比如说小胖74，他小我1届，但是我在一整个篮球生涯里面啊，正如是黄金世代，然后13年就是亚锦赛赢中国，对，他亚锦赛前面。资格赛是我打的，他资格赛没打，因为他当兵啊。对，他资格赛是我打，但是我人生就选上那一次国手，然后而且是打了亚洲杯资格赛。那我没有，我那一年是最佳5人嘛，助攻王嘛，得分王嘛，进步奖嘛，就所有奖都几乎都拿到，但是我的正选没有上，我正选亚洲杯没有上。那其实这也是我在成人队里面唯一一次拿到国手的资历，所以我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像刚刚前面讲的，可能20到25岁是我一个非常低潮的一个时期。但我说我感谢自己没有放弃，是20到25岁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有几个转捩点，其实本来一度要放弃篮球，然后可是我并讨论了以后，刚好又有机会来，然后又继续下去，然后到后来，其实我去教书的时候，也是准备放弃篮球，因为那个时候在裕隆其实没有很快乐。然后也不是球队要准备培养的一个球员，因为那个时候也大了，大概26岁、27、8岁，那就准备离开的时候快28岁，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准备放弃的时候。所以那我想说，好，那先准备让自己去投入教职，那可能至少未来不用去担心说啊，马上没工作。所以其实我是跟裕隆提的说，那我想要去教书。那裕隆这一边其实非常感谢林正明教练。他那时候是跟我讲说，你如果假设没有太大的一个发展的未来，那你又要教书，那我放你去。那如果假设教书的话，你愿意有其他球队愿意找你，那我这边裕隆这边会帮助你。那我们裕隆集团也感谢那时候的严成执行长，那时候的老板跟那个现在严成执行长，他也是愿意说好。那如果假设你未来有规划，我们也不会把你绑住。所以我是先找到了教职，然后金九才找上我。说他们现在在重整，然后没有人，然后所以我才会加教职在一起打球。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因缘际会，然后才有了后来的，就是金九那一年的高光会接到，就是那一年完了后是13年的亚锦赛。对，那所以其实，在那一年完了以后，我自己对自己，包含亚锦赛，我的正选亚洲杯没有上，其实我就给自己的一个目标了，就是我没有要跟。正如没有要跟你们这些黄金世代去争中华队的名额，我只是要我自己在球场上面打得很开心，然后打得很长远，然后打得很久。就因为那个时候，然后透过这段时间，可能一边教书一边打球，然后那时候开始对教练也有兴趣了，所以那我的目标就是好，那我现在就是趁我打球这段时间去培养我自己的一个教练素养，然后让我自己在。打球的生涯结束以后，我可以去衔接到成为一个教练，而不用有就是球员完，然后还要花时间再去准备，然后会有空窗期，所以我在教练的步伐上面会比其他的球员快。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思考的模式这样，所以我后来在金九结束有一打戏，其实我就是很平稳的那上课打球，然后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是放在培养我自己的一个教练素养。跟文化，那其实球员该做的事情做。其实，在教书那段的基层，大部分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这样子。所以，再问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那你在那一段时间，你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吗？不管是心理或者是技术？有啊，其实你说这是球员阶段还是球员阶段？球员阶段有啊，其实就是曾经还有晚上在应该是客场吧。对啊，我记得很像新竹，在新竹，然后半夜队友睡了，半夜睡一睡，然后完了去厕所哭，然后崩溃啊。你自己去？对啊，那时候是这样。是因为那时候状况不好吗？不是状况不好，就是球员你要能够打得好，然后你要有舞台，它不是一个篮球，不是田径的比赛。我跑得快，我就是跑得快；我游泳游得快，你就是必须要。它不是一个个人单打的一个项目，所以它变成说，你必须要有教练员，你必须要有球团挺你，跟教练挺你，要有人培养你。你有一身再好的武艺，你坐在板凳的后面，不会有人知道。是。那因为我在那时候就等于说，在达兴的
第2年吧 ，maybe 第2年，对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就是最佳5人的等级了，然后我第1年就是到达达西，然后第2年的时候，球队可能类似这样改组这样，然后就要培养年轻的球员，然后我就莫名的，就是又被冷冻在板凳上面，因为他要给其他年轻的球员机会。那你这时候就觉得说，我来这一边是那个时候还会想要说，我来这边是要表现给大家看。那为什么第1年找我来的教练，然后完了以后第2年他不在，然后就变成说，那好像我被就是分派了，就是那为什么我好像是，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自己的为什么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在自己心里说，为什么以前说人家不认同你，然后你还是小球员。遇到这种事情，那当然就算了。可是你到大球员了，然后已经是中华队已经中华队的国手了，还要打过来，然后还要遇到这种事情，那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是不是篮球这东西是真的不是球员这东西是真的不适合我？那为什么在整个篮球生涯这么长，没有遇到一个愿意认真看到你优点跟培养你的一个教练？所以那时候会觉得比较大的。心里的不舒服在这边，但是透过那一次，然后完了以后也打电话给我现在的太太，然后跟她聊天，然后就是跟她讲这些事情，就是那时候没有人可以讲，对，那其实外表我们在外面都是非常坚强的人，很悍的人，那让她跟老婆讲，她老婆那时候就是安慰你啊，然后就是以她看到的东西开始去做一个分析，那就要比较好一点，对，但是其实也是过得不是很快乐。所以打球大部分的时间都不是很快乐，所以到最后比较快乐的是最后可能那1年过了以后，就是我觉得也是给我一个很棒的一个心理的成长。就是其实那1年过了以后，我说其实在篮球场上没有什么东西是过不去的，所以其实后面我就几乎都放得很轻松面对，所以我后来在30几岁以后很稳定。就是包含我打替补上来，大家说你为什么第1个球都投得进？然后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的心态快乐教主，对，我已经非常稳定。因为我那时候多怕，对到金球其实什么都怕，就是最怕对到冠军。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是在你在打球的阶段，已经是没有任何东西是会对你的心理造成压力。球队的赢球、输球，我打得好，我打得不好，其实已经完全没有感觉。在最后2、3年的时候，我觉得等于你人生又突破了一个境界，过了一个大坎，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在后来让我当教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阶段帮助我非常多，帮助我非常多。那我们之前也就是有看过你接受采访了，那你曾经说过，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趣的，想说请你分享一下，就是你说篮球是一个制造问题跟解决问题的游戏，那我不晓得你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然后因为像你刚刚提到的，也有带过基层。然后甚至于后来进入到职业队，当然现在是 GM 嘛，但不过我想说，也可以跟大家我们运动 DNA 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你怎么会有这个所谓制造问题、解决问题的想法？没有，这个其实不是，这个其实是你这种团体竞技运动里面的定律，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这么厉害，是书上写的。OK， 对，因为其实所有的竞技运动，你有战术的运动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制造问题跟解决问题的一个游戏。不只是篮球，那我就说，只是最简单的，你把篮球这一个竞技运动，然后你把它拆解开来，它就是我制造什么问题给你，在相同的一个竞技水准上面，我制造什么问题给你，然后让你掉分，那我是不是就有机会上分？那一样，对方的教练制造问题给你，那我如果假设解决问题的时间越短。那假设我家的水管漏水，我修好水管时间越短，我漏的水越少。是，其实这个就是说制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个定律。所以其实所有的比赛其实都是这样子。那其实你把它拆解开来，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是问题。maybe 你的战术，你的人，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刚看完 NBA 决赛，对啊，文班亚马就是一个问题，对，他就是我一个人就站在这边制造问题给你，你怎么样让他远离禁区？然后 Jalen Brunson 就是一个问题摆在这一边，从最简单的人到你的体系，到你的战术设定，对，到你的轮替，这其实全部都是问题的一部分。对，所以那你当教练的时候，你要先能够认清说，我这游戏的宗旨是什么。那你知道了，你才有办法去找说，哦，我球队可以出问题的人在哪里。
国王可以出问题的人在吕正如，你只要不能让他在3分线外空档接到球，那这就是我要怎么样让吕正如在3分线外空档没有人对到和接到球，就是我创造出来的问题。那你怎么样去不让吕正如在3分线外接到球，就是你要去解决的问题。哦，因为两边的就在对，这就是教练的斗志。所以我们会说，看教练会不会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对方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你有没有想办法去解决？想办法解决跟能解决是两回事。哦，对，你要想办法，你有想办法解决，但是你的球员如果等级不够，解决不了，那没办法。对，所以他评断教练不是说啊这个教练会不会帮你赢球，不是他有没有去做。那他做了以后，你1000万的车跟100万的车，它跑起来速度就是不一样。对，所以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去一定可以解决的，但是至少你要试着去做。我觉得冠伦也聊这个啊，蛮有趣的，是说，因为像我们2个小朋友都有在打篮球嘛，对，就是在校队里面从事这个运动。那因为其实，在基层教育里面，我们蛮强调，因为你自己也担任过基层的教练，蛮强调的所谓的纪律。可是呢，你现在身为快乐教主的你，我不晓得啦，一般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就是说，纪律跟快乐好像某种程度会有一个冲突。那我不晓得是说，对你而言，制造一个快乐的氛围，这个球队比较容易赢球，还是说，其实他们2个并不冲突？其实并不冲突啊。那我其实那时候在分享过一个 quote， 就是如果你有多自律，你就有多自由。对。那其实当你不自律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别人在限制你。那所以当你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其实你在你的范围之内，你是非常自由的。那其实纪律是像我们说法律是所有东西的底线，那纪律是在法律以上。但如果当今天你所有事情都能够自动自发的把它做好，你其实没有理由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你在带队，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带基层，那我觉得包含我自己在工程师一样。那我自己给我自己秉持的一个信念，就是我用心去对待每一个人。那我让你感觉就是我对待你的时候，是永远都是诚实的。那当我很诚实面对你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这个生活环境是很没有压力的。因为其实我是说，所以以前我们遇过嘛，我就跟你讲假话，你很棒，你要准备好哦，这一场靠你了哦，就要把它做一整场。这好像蛮常发生的，现在。那其实很常会发生这样。那你这样子玩，你不快乐就你跟我讲的话，我不知道哪一天是真的是这是假的啊。那你今天打不好，我把你换下来，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今天不用你，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你，而是因为我用了你也没有办法赢球。那我能做的是，我在生活上好好照顾你，然后我不对你说假话。那我用的是公平公正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人。那当你能理解的时候，那你的生活就会是快乐，因为你今天来大家说打球归打球，其实以正如我们来看，打球现在就是工作啊。那我在我的职场环境，你是要遇到一个会每天骗你的主管，还是他是像这个以前对不对？我们在外面工作，你是要骗，还是我就跟你讲真的啊？你真的做得不好，我告诉你做得不好，对啊，你做得好，但是有的时候我只能告诉你做好，但是我没有办法表扬你或什么的，因为你是默默的把事情做好了，我看得到。只是有时候这样子就够，所以我觉得快乐跟纪律其实没有说一定是有很大的冲突，其实我觉得不会啊。